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公路旅游。因为呢，在澳洲，你只要离开 City 的范围，你的马路旁边是没有路障的。在澳洲，如果你要开车的话，不要开夜车。如果不得不开夜车的话，请选择下面的2种方式来保障你自己的人身安全，不然撞下去真的是车毁人亡。基本上只要你开到野外的地方，随便你都能拍出电影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Logan 的频道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公路旅游。毕竟 Logan 我环澳绕了这么大的一圈，所花费最多时间的不是在景点，而是在开车。所以很多漂亮的东西不只是单纯在景点，像澳洲那种荒野真的是很多地方都很美。大自然的美真的让人流连忘返。所以说呢，在澳洲不只有景点可以玩，更多的是你在旅途中各式各样的美景以及出乎意料的体验。今天 Logan 要来分享的是放牛的小孩。其实在 Logan 的脑子里呢，可以想象出澳洲的马路上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野生动物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牛这种动物。放牛这种东西就是要在牧场，然后养了，不管它乳牛还是肉牛，就是养殖来贩卖的。这是我第一次遇到，在澳洲竟然有野牛，而且是很大一群，一眼望去就是几百上千只的那一种。我看到整个都傻掉了。从来没有想过会有野牛，但是事实就在我的眼前。这个地方在哪里呢？当我在北领地的时候，我要晚上开车慢慢开，晚上真的要慢慢开，开车去我的露营地，因为不是随便你在路边都可以露营的，它会有个露营地，大家可以用 App 搜寻一下。如果你公路旅游的话，非常好用。还有露营地有哪些设施 ，App 上都会写。我第一次遇见野牛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就看到好几只牛这样在马路上，远远的我看着怎么东西这么黑，是有人车祸吗？但是也没有亮光啊，而且还会移动。我开近一点的时候看到野牛，好几只，好险我都没有开很快，晚上我也不敢开很快，不然撞下去真的是车毁人亡。顺便一提呢，在澳洲，如果你要开车的话，不要开夜车。因为呢，在澳洲，你只要离开 City 的范围，你的马路旁边是没有路障的，没有那一些栏杆帮你挡野生动物，所以你会直接看到野生动物就直接出没在马路上。尤其晚上能见度又比较低，在澳洲离开 City 的高速公路上，你不要想有路灯这种东西，你能靠就是自己的车灯，所以车灯一定要亮，不然你看不到东西的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不得不开夜车的话，请选择下面的2种方式来保障你自己的人身安全。第一种呢，你的车速不要超过你能急刹的速度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野生动物。而且你在急刹的时候是直的急刹哦，不是你踩刹车之后去转方向盘，千万不行。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反而车子翻了。所以在澳洲，你急刹你就直的急刹，往前撞那就是直的往前撞。你往前撞，你还有安全气囊会弹出来保护你。你翻车，你安全气囊也没有用了啦。所以一定要保持你的车速。Logan我基本上就是开50-60而已。晚上的话，白天当然爱怎么开怎么开嘛，又不会有警察，也不会有测速。但是为了你的安全，建议就是照速线开啦。澳洲的速线也不低哦，在很多地方它的速线是130、140的。至于 Logan 我
在澳洲旅游遇到的陆上动物有哪些呢？基本上澳洲本土全部的州都有一种动物叫袋鼠，袋鼠是非常非常泛滥。再来呢，在北领地的草原就有我今天要讲的主角野牛。至于西澳到北领地乌鲁鲁中间这一段路会有骆驼，还有澳洲南边有个最大的岛叫塔斯马尼亚，它上面有恶魔，当然不是神话故事里的恶魔，它指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袋獾。这字非常难念，我还特别 Google 了一下，没错，就叫袋獾。这种袋獾呢，是世界上最大的肉食性袋獾。其他还有一些很多各式各样的告示牌，在澳洲呢，基本上叫你小心动物的告示牌就是一个菱形的，然后黄色的，上面就涂的动物的图案，袋熊啊、老鹰啊、企鹅啊，各式各样，什么都有。但是其他的 Logan 我是没有看到啦，我只有看到那个告示牌而已。至于 Logan 我亲身经历的撞最多的就是袋鼠，基本上不是我去撞它，应该是说袋鼠它跑来撞我的车，因为它们可能有趋光性吧，它就直接从旁边，因为乌漆嘛黑你看不到它，就直接撞过来，我的车门都被它撞凹了，或者是说前面有被其他司机驾驶撞死的袋鼠在路上。有一次我就刚好没闪过去，因为会车，然后刹车来不及，就不小心再碾过袋鼠一次。因为这一次我的车整整臭了1个礼拜，喷香水什么去洗车都没有用，真的是臭到想吐。所以呢，大家如果在澳洲撞到袋鼠的话 ，Logan 我会把怎么处理的方式放在说明栏里面，让大家可以参考。只要你要公路旅游的人，基本上你一定会撞到袋鼠。第二个方式呢，在澳洲因为国土很大，所以他们很多的交通运输都是靠长途货运的卡车，超大的那种，在国外才会看到的。那个卡车简直就已经3层楼高了，超级大。所以呢，晚上你如果不得不赶路，又怕去撞到东西的话，请你等一下。只要你不是在那些乡间小路，是在高速公路的话，你基本上都会等到像电影上那种超大的卡车，装的五光十色的灯光，感觉就很像是马戏团那一种货车。之后你只要跟着它开就好了。有这种路上的坦克帮你排雷，什么你都不会去撞到。就算有袋鼠，前面的卡车也通通帮你撞飞了，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。你唯一要担心的是，你跟不跟得上卡车司机的速度。他们至少都开100以上，晚上哦。所以 Logan 我好几次真的转弯转一转跟不上，搞丢了，我就慢慢开我的5、60。另外再提醒大家一点，不要再花冤枉钱去买一些什么袋鼠驱赶器，通常贴在车子两边，风经过孔会发出声音去驱赶袋鼠。不要花冤枉钱，虽然说不贵啦，但 Logan 已经帮大家试验过了，经过袋鼠的撞击试验，证明了它是没有用的，连驱赶器都被它撞掉了一个，我都搞不清楚它到底是驱赶器还是吸引器啊！所以不要花这个冤枉钱去买啦。好啦，回归正题 ，Logan 我是在哪里遇到这一群野牛的呢？我是在北领地的Tablelands Highway 跟 Playford Reef 它的交界处遇到这一群野牛的，一眼望去数都数不清，至少几百上千只野牛，就居住在河流的旁边，反正没有什么天敌可以安心的繁衍，马路都被他们当自己家了。Logan 我在白天看到的时候，我都不敢开太近，我就等他们慢慢的散步过去，我才敢开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Logan 我的车是红色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都跟西班牙斗牛一样，看到红的就会来撞，或是发情期才会。但是为了我的生命安全，我就等他慢慢的散步过去，我才把车开到远一点的地方停下来。停下来要干嘛呢？因为 Logan 那时候就是一个小屁孩，一定要体验一下屁孩的时刻。
我就跑去赶牛了。因为在台湾我没有经验，也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去赶牛，所以我就跑去赶牛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Logan 到底是怎么赶牛的吧。但是呢，这一部影片，如果你会晕车晕船的人，不建议观看。毕竟 Logan 我那时候相机是没有防手震的，我边跑边拿的，所以会震。好啦，话不多说，让我们上影片。How many cars right here? Run! 哇 ！How many cents? See you guys. 就跟大家刚才看到的样子，我边赶牛，我要边看脚底。为什么要看脚底呢？因为遍布的都是地雷，超多超大的牛屎。好险 ，Logan 我身手矫健。没有踩到任何一点的地雷，但影片后面，当那一群牛停下来，最后一只牛睁大双眼看着我的时候 ，Logan 我还是很熟辣的绕跑，因为我感觉那一头牛的眼神在跟我说：“你再追我就撞你。”所以我就绕跑了。但是呢，赶牛这个经验真的是很特别。那牛群被你赶的时候，它整群一起跑。整个沙尘暴都起来，真的很壮观，也吃了不少的沙，像疯子一样啊！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一下，但是记得戴面罩，不然就会像 Logan 我一样吃了满嘴沙。最后呢，久居台湾的我最羡慕澳洲的一点就是，因为他们国土够大，各种各式各样的地形气候都有，基本上只要你开到野外的地方，随便你都能拍出电影的感觉。大家可以看看这几张照片，不要注意看我，我知道男模特长得不好看，但是你要看的是场景，这个场景绝对是电影级的场景。一望无际的草原加上辽阔的天空，真的是很美。所以呢 ，Logan 在这里建议大家，人生一定要来一场公路旅行。不只是逛逛景点，更重要的是旅途中的景色会让你不枉此生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公路旅行，不要忘记帮Logan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喽，加油！